小强是一位香港青年，因为渴望日本的生活，所以前往东京留学。由于小强家庭并不富裕，所以只能一边学习，一边兼职赚取生活费。因此，他在寻找租屋时，除了要求交通便利外，另一个要求就是价格便宜。房屋中介帮助小强找到的是一间多层公寓，外观看起来十分残旧，但幸好仍然保持着清洁卫生。小强知道自己所支付的租金相当便宜，因此不会要求太高。尽管这间公寓的租金便宜，但是小强在入住时除了租金之外，还需要支付许多其他费用，像是中介费、礼金和杂费等等。总之，当小强搬进这间公寓时，他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，只能节衣缩食，等待兼职工作的薪水。小强的兼职是在附近的便利店当收银员。由于小强白天要上学，所以只能在晚上做兼职工作，直到晚上11点才下班。便利店的同事知道小强是刚来日本的留学生，对他很感兴趣，纷纷向他询问各种问题。但是当小强提到自己住在哪里后，便利店的同事就露出奇怪的表情，好像立刻失去了与小强交谈的兴趣。其实小强本身也很奇怪，为什么自己住的公寓租金这么便宜？现在看到便利店的同事这样反应，更让他觉得这个公寓有些古怪。就这样，小强开始了在日本的充实而辛勤的生活，每天在公寓、大学和便利店之间往返。虽然辛苦，但小强觉得非常满足，毕竟在日本独自生活是许多香港宅男的梦想。不久之后，小强发现他住的公寓有一个不寻常的地方。由于日本的大学在樱花盛开的时候开学，所以小强到日本时天气仍然凉爽，他在公寓内也不需要开空调或电风扇。然而，当到了6月份，东京的气温已经达到30度，但奇怪的是，只要小强回到公寓，就会感到凉爽。尤其是在夜晚，如果不用冷被子睡觉，一定会感到寒冷。有一晚，小强与大学同学聚会时喝了很多酒，睡到半夜时突然醒来，急着上厕所。当小强睁大眼时，竟然看到天花板上漂浮着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女人。小强在香港时非常喜欢看日本的恐怖片，对于贞子、伽椰子等等都非常熟悉。现在一看到这个造型，立刻就知道他看到的是一个女鬼。小强整个身体都不敢动，把眼睛重新合上。小强轻轻睁开眼睛，偷偷看女鬼，看到女鬼一直飘在天花板上，但没有任何动作，也不像是要吸取小强的阳气。忍过尿的人都知道，忍这东西是越忍越难忍。小强看到女鬼没有什么动作，心里的慌张感下降了，但身体里的尿意即越来越高涨。如果再不去厕所，真的要尿在床上了。都说男人是下半身动物，小强的尿意战胜了恐惧，对着女鬼说了一声该借借，然后就像一支箭一样冲进了厕所。小强打开厕所门时，女鬼已经不见了。虽然小强已经无论如何睡不住了，但也只能回到床上假装继续睡觉。等到天亮，小强立即离开公寓，回到大学上课。小强原本打算立即找地方搬家，然而当他去附近的地产中介询问时，发现如果要搬到新的地方住，不仅每月的租金要贵1倍，还要支付一大笔莫名其妙的费用。这对小强来说绝对是无法负担的。香港人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说的：鬼叫你穷呀顶硬上。现在小强就是处于这样的情况，他无法再拿出一大笔钱来搬家，只能顶着困难坚持下去，与女鬼共同居住。当晚，小强兼职完后就返回公寓，按照平时的习惯洗个澡然后睡觉。
由于前晚没有好好休息，所以这一晚小强一觉睡到天亮，精神状态相当不错。看到自己完好无缺，小强也不再感到害怕。之后，小强上网查询有关这间公寓的新闻，终于找到了女鬼的故事。原来，之前这间公寓曾经住着一个从日本乡下来东京打拼的女人。她与男同事谈恋爱，但后来发现这位男同事其实已经有一位未婚妻。这个女人由于无法承受这一打击，最终在公寓内自杀。于是，有关这间公寓闹鬼的消息就开始在网络上不断传播。然而，小强注意到，在网上只是有人说见过鬼，但从未听说过有人遇害，不像是一些凶宅一样发生连续死亡事件。小强有理由相信这位女鬼不会伤害人，尤其是当小将见到这位女鬼真实的面貌相当漂亮时，他完全不再感到害怕。偶尔在夜晚遇到这位女鬼，小强也只是用日文打声招呼，然后继续睡觉。到了7月，小强对这位女鬼更加感恩。东京7月的气温高达40度，而小强住的这间廉价公寓却没有空调。不过，每当小强满头大汗返回公寓时，就立即感到凉爽舒适。对于一个香港人来说，最害怕的是贫穷，其次就是夏天没有空调，至于有没有鬼，反而是小事。小强在这间公寓住了整整4年，在这4年里，他的邻居一个接一个搬走，最后只剩下2个住客，一个是小强，另一个就是女鬼。在小强和女鬼共同居住的这4年里，他渐渐习惯了这种特殊的生活。虽然无法以正常的方式与女鬼交流，但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和情感连结。小强毕业后决定留在日本创业，经营民宿。由于公寓闹鬼的事情已经人尽皆知，根本没有日本人敢搬进来住，所以小强轻而易举地租到了整个公寓。经过简单的装修后，申请了牌照，就开始营业了。小强在社交网站中详细介绍了这间闹鬼公寓的历史，贴出相关的新闻简报，并且给女鬼打造了一个痴情女鬼的人设，吸引公众的注意。若一个地方传出闹鬼，正经的人肯定不会搬来住。但对于很多喜欢作死的游客来说，这正是他们的心头好。小强的女鬼公寓很快就成为一间炙手可热的打卡圣地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源源不绝。有些人真的在公寓里面见到了女鬼，然后就上网分享自己的经验，也有些人明明什么都看不到，但编造出来的故事却精彩绝伦。总之，小强的公寓的女鬼就像尼斯湖水怪一样，成为了都市传说。小强发达了，但他仍然住在当初的单位。每晚当他见到女鬼时，除了打招呼之外，还会对她说一句多谢。